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能量空间。4月份春暖花开，是一个开始行动、先清醒的缘分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灵感，一些旧人重新出现，也可能会有某种情绪、某种事件上的结束与重启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塔罗牌来看一看哦，4月份对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大事件发生。我们将从塔罗牌中读取宇宙给到你的提醒与祝福，这些讯息不只是未来的可能，更可能是你灵魂当下最需要听见的话。如果你在4月份即将面临选择、改变、挑战，或者是你只想知道接下来自己的能量走向，那么请你就把这段占卜视频当做一次神圣的启程吧。那目前呢，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。最左边是第1组，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在点开这段影片的第一刻起呢，你已经开启了和宇宙、潜意识、自我力量的连接。目前我们要从其中一组选择牌卡聆听。那首先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对接连接，好吗？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。好，那首先请我们闭上眼睛，肩膀下沉，腰背挺直，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在完全放松的状态，排出所有的杂念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呼吸上，放在眉心之间。吸气，吐气。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4月份会发生哪些大的事件？请给我一定的提醒、启迪。感谢你的祝福，感谢你的指引，感谢宇宙所有的安排，我将是丰盛的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哦。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。当然，在聆听占卜之前呢，公屏打出来，接收好运，感恩宇宙，4月份我是幸福的，那就可以提取整个视频的能量，让我们创建更美好的未来。留言好之后，就可以聆听占卜讯息了。好，那现在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4月份宇宙会给你哪一些提点跟祝福。那么首先呢，看到宇宙希望你在4月份多去做一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事情。当你主动去创造爱的流动呢，幸运就会悄悄的来拥抱你。所以可以送一些小礼物，增加爱的流动，吸引到贵人。那身上呢，可以带一点巧克力啊，或者带一点糖果啊。在朋友们聚会，或者是跟同事、同学之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分享一些糖果，分享一下快乐，这些会增加你的人际关系磁场的。那如果有人帮助到你，或者是你想表达对别人的喜欢欣赏的话，赠送一些很小的礼物，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可以启动这种人际关系丰盛的循环。还有就是可以写一些祝福的卡片，送给你想要建立关系的人，那么会帮助你去积累更多温柔的力量。默默的帮助周围的人呢，也可以提升自己灵魂的频率，这些都是在4月份可以增加自己的小确幸、小幸福的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在周末去孤儿院啊，或者是去养老院啊，去做一些慈善的动作，去
做一些很友善的行为的话呢，也是在增加自己很好的一个运势哦。送人小礼物，多说一些肯定的、赞美的、欣赏的话语，给到真心的祝福，这些都会让你的能量更多积极乐观，吸引到福报。自然福报能量越高，那么金钱物质就越多的流向于你了。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一下4月份会发生哪一些重大的事件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身边会出现一个可能年纪比你大，然后很有智慧，有一点内向，有一点宅的人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很有力量、很有慧根，可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价值、一定的机会的人。也许他是你的客户，也许他是你的教授，也许他是你的导师，或者是一个很低调但是非常有实力的同事。可能他表面上看起有一点距离感哦，并不是非常的热情，但这个人很值得你主动的去联系关系。你们是可以建立稳定的、可能长期合作的学习呀，或者是事业的关系的。在他身上你会学到不少，你可能会接受到更多的一些金融知识，或者是商机，或者是关于事业、关于专业方面更多的一些能力。也可能他会不经意的给到你一些指点，也可能他会帮助你提升自己的财富。这个人呢，也可能他会给到你很重要的机会，或者是帮助你做推荐，帮助你做指点，甚至可能合作。希望你跟他会建立很友好的关系，这个人是可以主动用心去经营、去搭建的。在你们的这种互动之中呢，要懂得以柔克刚，不要用特别强势或者是急迫的方式去推进这段关系，而是用一种尊重、谦虚、温和、坚定的节奏去跟对方交流的话呢，那很可以搭建好的关系。另外，当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其实你主动的去不耻下问，借一些小的可能请教啊、讨教的一些事情，拉近彼此的关系。身边是有贵人运势的，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，那么多多的去搭建这种互动，会帮助你有更多丰盛的可能关系哟。好，贵人运势是有的。感情运势也是有的。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国王哦，就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，在4月份很可能会遇到一个对你想要主动邀约、想要跟你发展关系的人。这个人呢，他也许是比较外向的，他也许是一个在行动上面很积极、很有魄力，那有一定领导能力的人。他希望跟你建立认真的关系，然后慢慢的去打动你的心，慢慢的可以跟你发展一下情感关系。那么宇宙告诉你呢，就是在有人向你靠近的时候，请你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慢慢的去了解对方，不用很快速的就跟对方发展感情哦。这份情感呢，可能不会一开始就是彼此都一见钟情的，而是慢慢的去有更多的一些好感，有更多的欣赏，也不见得这个人呢就一定是适合你的。只不过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诚意，你可能会被他的稳定或者是被他的热情所吸引，但也会保持一定的观望，不会很快的投入到这种暧昧啊、调情啊或者是交往之中，这是很好的。慢慢的去观察，慢慢的去审判两个人是否是合适的一种状态，然后再去做决定。总之呢，是有桃花运势出现的。如果说你已经在恋情之中了，看到你和自己的恋人呢
你们会是在一种细水长流，然后大家呢都保持着一个很舒服、很自在的节奏去培养这段感情关系，会彼此更多慢慢的奉献，慢慢的给予，大家有更多互相的一些体贴，互相的一些支持，对待这份情感呢有一定的责任之心，而且都是很认真、有耐心的去建立情感的这种地基基础的。在你们的互动之中呢，你也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主动，给予更多的一些积极，相信你们两个人会充满着热情，充满着活力的。所以在情感爱情部分的这个运势还是蛮不错的，循序渐进去搭建人际关系好的一个增进吧。好。可能在4月份呢，你会开始去做一些变动，会向着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前进。你可能会进入到一段计划未来的过渡期，变得更加冷静、更加客观、更加公平公正的去做一些选择，去做一些判断，目光呢会放得更加的长远。也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工作里面，你会做一些重要的选择，比如说转换职业跑道，或者是想要搬家，想要去到不同的城市，甚至可能是不同的国家去生活，或者是想要进入到新的一些环境，改变一下自己人际关系的方向。或者你有可能是想要离开某段合作关系地点，去到更有利于你的一些场合、环境、人脉之中。当然，也有一定的机会去旅行。无论如何，你是会有一些想要转换这样的一个想法的。你只要在自己做选择的时候，不要感性冲动，更加长远的利益，更公平的站在自我的角度，客观的去分析选择的话呢，你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些选择，更好的一些决定。聆听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哦，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、合适的选择。改变的话呢，也是在好的一个时机点，4月份可以去规划未来，可以去做一些变动的，好吗？接下来行动力、活动能量也非常的强，看到你在做事情效率上面是蛮高的，然后在团队或者是集体之中，你都会脱颖而出。在4月份呢，你会有全新能量的一个爆发，可能你会去组织一些活动，或者是参与一些活动，或者是去竞争某一些资源或者是角色。宇宙告诉你哦，在4月份你蛮有影响力的，你也蛮有魅力的，你是可以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，你是可以获得胜利的，请你保持自信，保持积极的动作。如果光想不做的话呢，那也是不会成功的哟。可能你会在自己的事业之中去举办活动，那这个活动里面呢，大家都是玩得蛮开心的，都会蛮肯定你的这个创办活动的能力。也有可能呢，在竞争岗位或者是在比赛之中胜出，争取到你想要的东西，所以不要害怕竞争。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呢越厉害，那就代表着你自己就会遇强则强，你也会更加的一些厉害。如果说你要主动去在工作里面去追随自己的领导，或者是女性的一个同事的话呢，你是可以追随成功的去表达你想跟对方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呀，去表达对对方的欣赏跟崇拜，很可能你们之间会展开非常积极的这种互动，在这种互动之中呢，其实是有利于你的哟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如果经理
对你有更多的一些要求，希望你在工作里面配合他的话呢，那你就去积极的配合吧。在这种互动之中呢，相信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。那未来在团队里面呢，他也会更加的信赖于你的。所以只要去行动，只要去保持着一个积极的心态，在4月份工作里面、团体之中，你都会突出重围。好，命运之轮，宝剑五，女皇。4月份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些转折点，也许会有人跟你意见不合，也许会有一些事情呢，并不是在当下很顺你的心意，也许可能有时候呢，你会跟别人产生一定的矛盾、误会，但是宇宙提醒你，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如果你本身做事情你都是公平公正的，你保持着自我的这种真心诚意，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是完全可以的，不需要因为别人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而去压抑自己啊，而去不出卖自己的真心做一些事情。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太公平的关系或者是合作，但你不用去特别的迎合他人，你只要坚持自己的真心，最终命运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是会树立好的一个形象，你不会去委曲求全，你是值得被尊重的。要相信自己。你也可能会因为站在自我的角度，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很可能反而获得更多的尊重，反而让自己更加的自信。除此之外呢，4月份你应该，如果你有减肥的想法，如果你有想变漂亮的想法，如果你想要去塑造更好的一个形象，那4月份也是很好的一个时机点，应该会瘦身成功，应该会如果去换发型的话呢，这个发型也会更加的适合于你。总之呢，是有变美变帅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。你只要多多的去运动，注重打扮，享受自己的生活质量，就会有更多美好的转变跟丰盛。所以4月份呢，会发生的大事件有贵人出现，有这种人际关系、情感上面的连接，还会获得更好的人生规划、转变的机会。同时自己呢是会发光发热，是会生活节奏提升、自信跟亮丽的，所以也有一种美丽的蜕变。好，那其他还会发生哪一些事情？宇宙会给到你哪一些指引呢？宇宙告诉你，如果4月份呢，你想去旅行的话，那是好的一个时机点。长途、短途的旅行都会让你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，更喜欢这种自由自在飞翔的感受，会有很积极的体验的。那另外呢，在4月份可以更多的去规划自己的未来，你可能会迈向更加有利的一些方向。除此之外，也许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合同、一些法律的文件，也许可能要去办理签证，去其他国家旅行的这个签证。那这个签证呢，只要你好好准备所有的资料，是可以签下来的，没有问题。如果说你要经历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事情的话呢，保持清晰的头脑，公平公正的去处理的话呢，你应该会得到相应的很公平的一个结果的。有的宝宝呢，可能也会在4月份
另外呢，4月份想做一定的金钱、财务、理财安排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很好的去问一些专业的理财金融师，给你的一些专业建议呢，也是有利于你的。你要记住哦，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人生中的一些体验、一些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你积极的、正向的去准备，就会得到相应的好的一些结果。最后，宇宙告诉你，可能在4月份你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情绪波动，比如说担心啦、害怕啦，或者是出现焦虑啦，或者是出现恐惧啦。你知道吗？对于宇宙来说是没有时间，是没有语言，是没有思想的，它只接收得到能量的震动。你传给宇宙怎样的一个振动磁场，那么宇宙就会回馈给你怎样的一个振动磁场。如果你经常在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，那你传给宇宙的是负面的这种可能不好的振动频率，它回馈给你相同的振动频率，自然就是不太好的事情。而你传给宇宙的就是那种你很感恩、你很开心、你很享受、你很平静的这种振动频率，那宇宙呢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振动频率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大大咧咧、很开心、不内耗的人，他反而福气更多，运势更好。当你焦虑、担心、害怕的时候，你的频率可能就在发送我缺乏，我不配得，我很怕失去这样的一个能量频率。所以宇宙呢，反而你越怕什么，它越给你什么，就是因为它接收到的就是你担忧的这些事情的频率，自然而然它就给你回放这些了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你只需要专注你的内在。其实你的内在越是平和，你越有很强的一个磁场，你的心情越平和，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顺利。这不是玄学哦，这是一种宇宙法则。所以我们的内在去创造我们的外在，而情绪呢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感受，它更是一面镜子一样，它可以照见我们当下的一些信念哦，它也是一种磁场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你心中越平静，这个世界呢越会温柔；你的内在可能越是混乱哦，那生活可能越容易有更多的一些风浪。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这些事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周围发生所有的这些人事物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去回应这些事情。所以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掌控外界，而在于让自己的心更加的风和日丽，更加的安稳，也更加的柔软如水。所以，当你学会了享受当下，温柔面对，充满这种恩典爱的能量，那么生活里面呢，自然就会非常的顺畅，自然就会充满的这种阳光跟光明的哟。好，记住这一点哦，对于你终身来说都是非常受用的。你的心态呢越好越平和，你将越幸福。感恩宇宙所有的安排，一定要保持着宇宙安排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利于你的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你。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呢，相信你会越来越丰盛、幸福跟美满的。最后，祝福你4月份在地球玩得愉快。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哦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。那么4月份呢，提升幸运的方式就是大扫除，彻底大扫除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，特别是门口、玄关、窗户、橱柜这些角落。清除陈年的灰尘呢，是可以清理卡住的运势的。清除地板上的杂物呢，就是可以让财气流动起来的。清洁环境就等于清洁磁场哦。家里面那些3年没有穿的衣服，没有用过的一些东西，不论是化妆品也好，电器、杂志也好，如果已经久久的没有去触碰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扔掉或者是捐掉了。你放下的不会是浪费，而是给新的一些运势让路哦。
并且在家里面多多的开窗通风，然后让阳光洒进来，带走自闷，带走浊气，擦亮窗户，就代表着可以看清楚更多的一些机会，可以建立更清晰的一些愿景。干净的窗户等于清晰的财运视野。家里面呢，也可以多放一些鲜花、植物，每周购买一束新鲜的花，摆在玄关、餐桌或者是书桌上面。花朵呢是最自然的高频能量场，可以提升整个空间的气质哦。你对生活释出的爱，最后就会转化成好运回到你的身边的。断舍离呢，也是帮助你在清理思绪、清理内在的空间，告别旧版本的自己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写下自己想告别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，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情绪，甚至是人际关系。点上蜡烛，然后写下自己想要告别的所有的事件，对宇宙说：宇宙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内外有更多的一些清洁，幸运自然就会来到的。所以，亲爱的，4月的能量大扫除会帮助你打开幸运之门哦，这是宇宙给到你的一些小妙招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，那么具体会发生哪一些重大的事件。先来展示牌卡。4月份，我们的春天到啦，所有的动物呢都开始出门啦，所有的动物都开始社交起来，玩乐起来了。那首先，你应该4月份会很忙碌，会进入到很多东西开始浮现、开始调整，甚至是人丁兴旺这样的一个节奏。首先会出现一个想要对你表白或者是示好，想要建立亲密关系的人。这个人呢，有可能是有圣杯骑士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，是一个骨子里很浪漫，然后比较理想主义的人。说话呢是轻声细语的，做事情呢也是不急不躁的，很注重自己的发型、形象、穿着打扮，也很注重自己是否给别人传递了这种体贴、温暖、关怀感的。他的眼神呢，也是比较有魅力的。这个人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，他也是一个感性的行动者，一个给人很温和感、很讲究、有一定的这种艺术气质印象的人。他来到你的身边呢，会想要跟你有更多情感上面的发展呢，可能会主动的去邀约你，用一种很细腻的方式慢慢靠近你，希望跟你建立更多可能互动。也许他也会在4月份有更多跟你的观察、试探。在接触的初期，他可能不会特意的把你定位为就是恋人啊，或者是朋友啊，或者是知己啊，或者是合作者。他可能需要更多跟你的沟通之后，才会把你定义到怎样的一个角色。但是他是欣赏你的，对你是有好感的，所以想要更多的接近你。宇宙呢，也支持你保持开放的一个心态。你们之间呢，确实有这种人际关系更多可能的发展性。你可以跟他有蛮多思想上面的沟通，你们在沟通上面应该也算是比较顺畅的。然后慢慢的了解他，少一些幻想，多一些现实主义。看一下这个人可以是否跟你成为搭档，或者是可以建立怎样的一个关系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跟你建立爱情或者是建立友情的，但人脉就是钱脉嘛，多一些朋友，自然多一些熟人，自然就可以，多一些发展，多一些机会啦。所以可以保持这种联系，多一些互动。好，另外呢，这边有很强烈的这种行动的能量，2张权杖骑士的牌卡在一起。
很有可能自己会非常的忙碌，也许是有两个人，也许是有两股能量，在短时间之内可能会有很快速的一些发展，可能会有突然的合作提议，或者是快速展开的恋情，也可能会要紧急的出差呀，或者是在旅行之中马不停蹄呀，或者是突然到来的一些任务。无论如何出现怎样快速的一些发展呢，宇宙还是建议你脚踏实地，慢慢的制衡，慢慢的去操作，不要有任何的一些慌乱。如果出现两个人都给你带来一些机会的话呢，那你要去做一些权衡，哪一件事情先做，哪一件事情后做。其实这两个机会可能你都是可以掌控的，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，做得比较好。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、学业、事业里面你都是会用自己的专业度把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的。只不过不要着急，不要急功近利。也有可能在生活里面会出现两个追求者，你可以用心的去感受，都给到他们时间去互动，然后再去挑选谁是你更喜欢，谁是更适合你的。宇宙呢，希望你多一些耐心，多一些考虑跟制衡。或者是可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会有很多忙碌啊，但是有趣的同时多线发展的一些事情。比如说你一边呢可能要去谈恋爱，可能要在自己的情感关系里面有更多主动积极的发展，一边呢又要去处理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自己的工作。也有可能呢在4月份会，比如说你已经在工作了，会有多的兼职出现，让你可以有2份工作，让你可以有2份收入。那你是可以同时去做这2件事情的，只不过呢是需要慢慢来，需要去做一定的调整，一定的时间管理。或者说你已经在恋情之中了，那么在4月份会有人想要追求你，想要跟你有感情上面的发展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必须要去做出选择，最好不要三心二意哦。也可能在生活里面呢，会同时处理2件大事情，比如说一边要创业啦，一边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家人呐，或者是一边要搬家啦，但是一边呢又在想要去换工作，可能会出现这种手忙脚乱的情况哦。宇宙告诉你，行动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要忘了节奏跟平衡。可能4月份会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很忙，很有冲劲，很刺激。但是只有慢条斯理才可以把事情处理好。你要稳住核心哦，不要被两边拉扯太久了。无论发生什么呢，都是慢工出细活，要知道平衡，也要注重自己好好的休息，也要注重呢自己养精蓄锐，要给自己好的一些生活习惯，充足的睡眠，才可以保证我们在自己的感情之中足够享受啊，在事业之中足够享受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要给自己充电的时间。可能自己会因为一些睡眠不足啊，或者是作息时间混乱而导致精神恍惚，在做决定的时候呢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。所以亲爱的，早睡早起，饮食均衡，保留自己独处的时间，不要过度用脑。这样的话呢，让自己身心灵得到休息，就会更加的享受生活了。好，另外呢，
事业上面应该会有一个突破或者是转向，你可能会开始新的方向，有可能是创业，有可能是换跑道，有可能是自己递的一些申请书申请成功，你可能会转换更多的一些思维，去到新的一个模式里面。如果说你正在等待一个时机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的4月份也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转变了。4月份多问问自己，你真正想要的工作、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想三思而后行，考虑清楚就去实施，你是可以做一定的改变的。你是可以重新去观察一下局势啊，去做一些行动，好吗？但是先一定要换位思考，如何创造更多生活质量的提升、自我的提升，实现更多的一些价值。行动之前呢，先考虑，考虑清楚之后就马上去行动。总之呢，是在一个很好的时机，你可以充满更多的一些希望。4月份应该也会去参加一些生日派对啊，或者是婚礼呀、聚会啊、家庭聚会啊，或者是换工作岗位这样的一些好的事情出现。你可能会跟朋友啊、家人啊，或者是恋人人际关系上面进入到更多温暖的状态，彼此有很好的合作，或者是分享一些合作的成果，或者是建立更优质的一些人脉，而这些人脉呢，是会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些商机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。会受到人际关系的支持跟祝福，也会在好的稳定的社交环境之下。总的来讲呢，自己的社交圈都会是充满着疗愈、充满着希望的，人际关系也会递增，也会让这种情感基础更加的深厚。所以在感情里面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帮助，更多的善意，这样就会建立稳固的人脉了。那种长期努力的合作呢，也会开始开花的，人际关系发展更多的温暖，更多的和谐。如果你想改变人生的某一部分方向的话，那么4月份可以好好的思考，然后去行动了，你应该会有新的一些开始。在自己的身体能量上面要多注重休息，提升自己的能量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能量、纪律原则跟长长的一段路。可能在4月份你会遇到一个女儿身但是男儿心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他也许是一个跨性别者，他也许是一个同性恋，他也许是一个外表看着很优雅很有气质，但是内心里面却是非常有故事有人生阅历很刚硬的人。可能他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好的建议，或者是很好的一些指点。在最初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也许会先入为主，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，仅此而已。但宇宙希望你不要通过一个人的性别，或者是通过一个人的外貌就去下任何的评断，而是保持谦虚的心，好好的倾听，好好的去接触。外表他可能看着是柔弱的，但说不定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价值。这个人呢，应该是蛮有自律、蛮信念的。重新审视一下身边的人，特别是对那种女性或者是含有女性特质的人，更高的一些尊重，不要有任何的一些偏见，以免产生误会，以免呢
不要以免失去了一些智慧，说不定这个人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处。好，另外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，希望你可以更多的有原则，更多的坚持，更多的有担当，最好是像一个军人一样，有自己高的一个标准，做事情呢很守规矩，建立这样的一个好的形象，是可以帮助你在未来的人生之中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的。同时也要表达自己的一些真诚，树立自己很刚正的形象，非常的重要。当你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呢，希望你可以看得更加的长远。比如说在选择事业上面，不要看这个事业当下会有多少的工资，而是这个事业10年之后、20年之后，你如果继续从事这个工作，你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。当选择朋友或者是恋人陪伴者的时候，你需要看得更远，最好是看清楚这一个人，不通过他的外貌，而是更多看清楚他的思想、他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方式，而是考虑这个人在10年之后、20年之后，你是否会建立依然正能量的这种人际关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事情我们想得更加的长远，包括当下你去接触人脉的时候，不要看这个人当下他有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啊，或者他的事业怎么样，而是看他是否是潜力股。一个好的道德修养、有文化层次的人，他肯定未来人生发展不会差。所以呢，当下就要去建立很好的人脉，不是为了现在，而是为了10年之后、20年之后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所以在人际关系选择的取舍上面呢，要多花一些心思，因为很可能4月份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一定要懂得哪些人呢可以多接触，哪些人呢就要拒绝少接触，以免让自己陷入到这种人际关系的混乱，或者是多社交，但是在一种没有价值的社交里面，而浪费了自己的一些时间精力去休息了，好吗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呢，宇宙告诉你哦，可能4月份也会出现各种杂七杂八的这种情绪。实际上，所有的情绪呢，都是一种自我的认知。每一个情绪背后，其实都隐藏了你怎么看自己呀，你渴望什么呀，你害怕什么。比如说，愤怒的情绪呢，让你开始懂得你要去设立怎样的一个界限。嫉妒的情绪呢，可能让你看到你渴望哪些更多的成就跟肯定。焦虑的情绪呢，是会让你知道你在害怕什么。当然，开心的情绪呢，就会让你知道你真正 enjoy 享受的是什么。所以每一种情绪都在告诉你你是谁，你想要什么，你需要什么。正是这些情绪对你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的。另外，情绪的出现，它其实是来帮助你，而不是来伤害你的。而当你有很多情绪的时候，也代表着你即将有很多的一些创造力。真正的你看哦，有人失恋之后，他就会写下很多那种动人的诗句。那有人呢，也会在有情绪的时候去创作很多艺术，无论是舞蹈啊，还是画画啊，还是唱歌。其实只有在这种情绪很丰富的时候，才能有很多的艺术作品出来。那有人可能在这种职场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不公平，所以他可能就会开始去选择新的一个职业事业的方向。所以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意出来。所以面对情绪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逃避它，然后反而是感恩这些情绪的出现，更多的让你知道你内心在意的是什么，也让你看到你是一个很有
火花很有生命力的人，而创造力呢，也正是从这些火花之中去获取的。所以，亲爱的4月份，你会有很多的创造力、想象力，但同时呢，你也会有很多可能一些尴尬啊，或者是生气呀、或者是一些疲倦的情绪出来。最主要的是，在这些情绪之中，你能收获什么呢？最好呢，也是拿笔哦，拿纸哦，身上放一个小的笔记本吧。然后在有任何情绪的时候写下来，然后去面对自己的情绪，知道你自己当下是渴望什么，是在意什么，是害怕什么，这些都会让你自己有更多的认知，然后接近自己的潜意识，然后触发自己某一些潜能，触发某一些才华的哟。所以，亲爱的4月份非常的忙碌，要去做一定的取舍，但也请你呢享受其中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祝福你一切顺利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。那么4月份增加运气的方法就是与人连接，与宇宙连接。希望呢，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，去信任彼此，多一点相信别人的好意，放下对别人的一些怀疑，或者是担心，真诚的去表达自己，就可以接收到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互动。无论是合作、友情、爱情，都是可以互相支持、扶持的。这些呢，选择信任可以提升你的运气。人与宇宙之间呢，也是要充满信任的，信任宇宙的安排，相信身边出现的所有的人事物呢，都是利于你的。在这样的一个感恩信任的心态之下呢，你就会引导到更适合自己的道路上。你要记得，所有周围出现的事情都是让你有更好的人生体验，都是 push 推动你到你该去的地方。你也会更加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频率里面。当你放下一定要照着我想的去发展的这样一个心态，而是相信宇宙，它会给你更好的一些安排，即使可能出现了公司破产，或者是自己不得不去选择其他的学校的这些事情，你都要知道，正是因为出现了可能当下你觉得不好的事情，反而把你推动到更好的一个方向，更好的一个选择上面。虽然你是被动去做调整的，但是当你进入到更新的一个领域、更新的一个环境、更新的一个选择之后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之前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帮助于你的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不要控制，不要怀疑，不要退缩，更多的去打开自己的心，接收所有的一些事情，并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，你去表达自己的善意，无论这个人他当下是怀着怎样的心思靠近你的，你只要尽力而为，不留遗憾，去做自己最好的，那么你就会建立福报。也许这个人他没有办法马上回馈到你好的这一面，但是总有人会把你给出去的来弥补回来的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信任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运气，可以打开幸福之门，让正面的能量自然的流动哦。这个你一定要记住。当然，在4月份呢，身边可能会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，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前提之下呢，多多的给予别人帮助，绝对是会给自己增加好的运势，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机会出现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具体会发生哪些重要的事情。好，4月份，
首先在自己的思想上面，你可能会摆脱瓶颈期，终于有所突破了。你可能也会放下一些想法，放下一些执念，放下一些欲望，让自己更加理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方式、方法或者是想法模式。你会用理性去结束一些事情，也许会在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提升，也许在思想上面有觉醒的能量，会有更大的格局，更大的世界观。所以三思而后行是很好的。当你出现一些想不通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，就给自己安安静静的时间空间去思考，去选择。最终呢，你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。你会去做一定的断舍离，可能是断一些不适合的想法，没有办法给到你价值的一些人，或者是不再给你产生利益的事情，离开一些旧有的模式。但是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哟。那么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，很可能你会和自己之前认识的旧友、熟人，甚至是前任，再一次的联络，再一次的呢，可能进入到这种互动之中。也许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人，大家互生好感哦，但是在可能那个时间段错过了缘分，4月份呢，他又再一次进入到你的生命生活之中。这一次你会主动积极的去邀约，去抓住这次缘分，然后产生情感的连接的，或者是说有的朋友呢，你当下是有恋人的，那么跟恋人之间可能会因为有一些误会而产生一些短暂的分离，但是彼此呢依然是很忠心的，不会因为一些简单的矛盾，一些可能芝麻蒜皮的小事情而真正的离开的，只不过彼此有一段自我反省的时间，去倒回来观看两个人在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，所以最终还是会积极的行动去重修旧好，让两个人有更多真诚的沟通，去做积极滋润情感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当下呢，宇宙会给你一定的考验，但是这个考验出现了，是让你看到更加积极有可以调整的那一面。人际关系可能会突破一些误会，可能会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和解，积极的解决这些矛盾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正能量运势所在的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会有人需要寻求你的帮助，你的给予，你也是有足够的能力，把你的这种美好，把你的这种价值，或者是把很多丰盛的东西去分享给他人的。但是宇宙也告诉你哦，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前提是先照顾自己。不然呢，你可能会陷入到了一种内耗或者是丢失的状态里面。比如说，如果有朋友找你借钱的话，最好是不要借，救急不救穷。但关键是呢，也许你借了之后，你会失去这份情谊，你能否在借出这份钱，失去这份情谊之后，可以承受？不要冲动。或者是在自己的事业上面，那有人希望你可以更多的一些帮助，降低你的利润，你是否愿意呢？因为在降低利润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太公平，也许这个合作者他根本没有做太多的一些事情，是你有更多的一些分担，你在做很多的努力，最后呢却把这个利润给出去。你是否愿意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你可以给；
如果你不要一时因为别人的一些甜言蜜语啊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善良给出去，最后呢，你又会觉得很难受，这个就是需要自我去调整把控的了。或者是有人需要你介绍自己的人脉，而这个人脉呢，本来你已经经营很久的关系了，你当下是没有想去用这个人脉，你是希望可能5年之后、10年之后用的，但是身边的朋友希望你给予帮助，你愿意帮助吗？你愿意把这个人脉介绍出去吗？因为介绍出去之后，可能以后合作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再使用这样的一个人脉咯。所以宇宙告诉你哦，在你去给予帮助奉献的时候，你先要问自己，你是以自己的利益第一，还是说你无所顾及？有的在你完全不介意的情况下，你当然可以给予，但是有的呢，如果你非常介意的话，你就不要给予了，以免自己后悔，或者是以免自己呢会出现这种纠结啊、焦虑的情况。知道你的心呢是非常的善良的，但是以自己为第一优先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自己的工作里面，在自己的学业里面哦，同事之间会蛮团结的，你也会有很好的合作精神。大家可能在工作之中呢，虽然保持着这个比较和谐、平静的这种合作态度，可能当下还没有看到很多好的这种成绩或者是成就出现，但是这种很团结的能量呢，是可以就是以后更利于未来的，可以在未来的人生发展里面出现很好的一些机会。也许可能当下在团队里面，或者是自己的这种同学之间，大家没有办法互相给到很好的一些价值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建立好的人际关系，说不定这个同学可能在5年之后，或者是10年之后，他会给到你很好的一些机会哦。人脉就是钱脉，这个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跟任何人有这种矛盾跟冲突了。不好的人际关系呢，一定会是负能量的，也不去在背后讲别人的一些八卦啊、闲话啊，那不去占别人的便宜呀，尽可能的宁愿自己吃亏一点，最终其实你给出去的好能量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哟。总的来讲呢，看到你在这种人情世故里面呢，会更加注重给予奉献，也会更多的一些团结合作的。那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更利于你的未来，你也在树立很好的一个形象。第5件重大的事情就是金钱收支上面实际上是比较平衡的，不要过多的羡慕别人，或者是追求你当下所没有得到的金钱。你挣了1000，你想花1万去买一个包；你挣了1万，你想花10万去买一辆车。那这些过多的这种压力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。切记，金钱呢是慢慢累积的，你的能量越高，那么你的收入就会越多。所以当下你有多少的能量，你就有多少的一些收获，厚德载物。你希望自己金钱运势更好，物质更多的一些享受的话呢，那你自然就要提升自己的德，提升自己的能量，好吗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看到呢，有的宝宝啊，在4月份可能会因为一些压力啊，或者是因为一些欲求不满而出现生病的情况，一定要好好的休养生息。可能会出现感冒，或者是免疫力下降，或者是头痛失眠，也可能会出现过多的这种担忧啊、焦虑啊，而出现身体上面的一些反应。所以宇宙希望你享受当下，先看自己已经拥有的，不要看自己没有拥有的，这样呢会让你吃得更好，睡得更饱，然后
会让你的身心灵更多的一些疗愈。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呢，并不是说你身体体质弱，而是你该好好的休息了。特别是在思想上面，应该更多的放松，信任宇宙。另外呢，4月份会有贵人的出现哦，这是很好的。那自己可能会收获到更多周围的人给你带来的一些力量。也许这个人他是你的前辈，也许他是你的老师，也许他是你的上领导，也许他是你的同事。无论如何呢，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工作的机会，或者是一些资源，或者是一些好的提点，让你可以走一些捷径，少一些弯路。所以身边呢，可以多多的去请教他人，有留意一些这种贵人的出现哦，让自己保持的一个谦虚的心吧。有任何不太确定、不太清晰的地方，可以去询问一下这些经历、经验比你更多、优胜丰富的人。贵人呢，只帮那些准备好的人。什么叫准备好的人呢？就是说你自己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。比如说贵人会问你，我可以帮你什么呢？那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你就会错过这样的一个贵人运势。你已经准备好，知道你想要什么了，然后你去寻求帮助，或者是在别人在给到你一些帮助的时候，你很知道如何去利用，那这个就是准备好的一个层面，你就会收获到更多的一些力量或者是能力的，好吗？另外呢，在自己的工作事业里面，可能也会收获到一些突破，也可能会有更多金钱上面的收入，或者是工作的一些邀约。你也可以多去参加一些聚会、讲座，或者是一些社交活动，说不定在这些场合里面，你会认识更多的人。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哦，去接触这些新的人脉，很可能会给你打开更多新的一些机会。所以宇宙告诉你，一定要多多的走出自己的家门，一定要多多的去和不同想法、不同层次的人去社交，多建立一些积极的人脉，你就可以收获到更多的讯息，更多的价值。最主要的就是呢，保持一种爱的能量。爱是宇宙之中最大的力量，也是最强的震动波动。爱自己，爱别人，爱宇宙，那么你的这个振动磁场呢，就会非常的正向。宇宙呢，它是没有时间，它是没有语言、没有思想的，但是它收获到怎样的一个振动波，它就会给你回弹怎样的一个振动波。所以你的振动波呢，是充满着爱、充满着理解、充满着感恩的。那最后，它给你回弹的这种振动波，就会发生很多美好的事情在你的身边。你就会享受到很多的幸运，很多的成功，甚至是很多物质方面的收获。保持着善意，还有就是生活里面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些挫折，可能会出现一些跌倒或者是失去，但是这些跌倒都是好事情。也许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有不被理解，也许自己的目标计划可能比预期发展得更慢，也许可能自己的投资没有立刻带来一些成果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凡是跌倒呢，都是让你可以看到你该换一个方式，你可以走更加好的一条路，或者是更适合你的一条路。跌倒呢，让你重新去贴近地面，也让你更加真实的看见方向。所以感恩所有事情的发生很重要。最后出现的一些机会、人脉，无论如何，所有的事情呢，多观察，少冲动。面对新认识的人际关系，不要急着去交心，还是要去先倾听，
先感受对方的气场，对方的一些价值观，不要自己在那边侃侃而谈。在工作合作机会之前，观察是否是值得投入的，不要被表面的好像很好的一些条件所吸引了。但是真正的你可能投入时间精力去做这件项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，所以多观察，三思而后行，保持觉知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哟。所以你越愿意静静的观察，那宇宙呢越会给到你最清晰的指引的。当你静下来，直觉跟洞察力都会有更多突出的显现。好吗，亲爱的？那以上呢就是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4月份呢，你会有很多机会，很多可能性的发生，也可能会离开一些人事物。但是这种离开呢，是因为会出现更好的未来，会出现更好的人事物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祝你4月份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